我是雀，我是 J， 欢迎来到我们的岛屿怪谈。今天欢迎我们的新来宾 Shelly， 欢迎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helly。那他今天跟我们要一起来进入岛屿怪谈的世界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电影《可可夜总会》。那一样，先让我讲一下故事的简介。好，这个故事讲述主角 Miguel 是个墨西哥人，家里呢禁止出现和音乐相关的人事物，因此喜爱音乐的 Miguel 非常痛苦。某一天，他想参加才艺比赛，却没有吉他可以用。直到摸到有名的歌手 Ernesto 留下的吉他后，他就进入了亡灵的世界，一个死去的人生活的地方。只有在亡灵节的时候，已故的亲人才能去现实世界和阳间的亲人团聚。在亡灵的世界这个夜总会里，米克遇到高曾祖母伊梅尔达和其他的亲人，最终他们解开了误会，并且支持米克玩音乐。但是米克必须赶在日出前离开亡灵的世界。J， 我想要问，他在这里面有提到说，过世的亲人如果没有被家人祭拜，就会消失，这个是真的吗？过世的亲人，我们就是称他为亡灵。那亡灵他会依据他的状态，所以有的可能已经离开阳间，去到阴间报道。那这个电影里面演的就是阴间里面的亲人生活的方式。那可是也有的亡灵，他们会去到不一样的空间，比如说我们有讲过佛界啊，还是仙界等等，或者去天堂。那有一些就去不了，就一直待在阳间。可是从这上面聊的这几个来说，去到天堂啦，还是去到那个阴间的，都会有不同的神明在协助他们，或者是帮助他们重新去认识自己，过新生活。所以这几个空间的理论上不需要我们的祭拜。那只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祭拜呢？就是还遗留在阳间的往生者。那遗留在阳间的往生者，确实需要我们的祭拜供奉，让他们才能够继续生活生存下来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他们渐渐能量消失，就好像跟人一样，他们鬼魂也会死掉。所以确实有这种现象啦。但是通常没有祭拜的，他们还是会需要有食物进补，就像那个能量进补的状态嘛。那他们不一定是那个后代祭拜他，有的是他会跑去别人家里当别人祖先。所以有时候你可能拜到别人家祖先，我们我们准备了很多的食物，结果可能亲人也招呼其他亲朋好友一起来吃饭，这种概念。对啊，就像村里不是有一家在吃饭，就会叫路人啊，什么都一起来吃嘛，全村一起来热闹嘛，感情不错啊。那觉得我想要问啊，就是剧情里面有一段提到，Miguel 他碰到吉他之后，他变成了灵魂。那其他人都看不见他，只有一只狗狗看得到他。那我们常常会说狗狗是有阴阳眼，看得到阿飘，这个是真的吗？这个是真的。狗狗跟我们的构造不太一样，所以它是看得到属于灵魂的这种状态。那其实狗狗不只是眼睛的比较观得到那鬼魂的存在，它鼻子其实也闻得到。对，其实有一些所谓的敏感体质的人，他的嗅觉也很敏锐，就是我们说的鬼魂的味道跟我们一般洋人的味道会有一些不一样。这我们上次好像有聊过，对不对？我们上次有提到住在那个鬼屋里面，因为鬼魂很多，会有一种类似发霉的味道。对，那时候在丽影展1的时候有提到。对对对，这个所以其实动物是狗狗是真的有的也会闻得到。
那我们刚刚我们要讲这个电影里面提到那个 Miguel， 他变成灵魂，他说的变成灵魂的概念就是我们之前讲到元神出窍，就是我们那个道教是称它叫做元神，就那个离开身体这个灵魂。那当他元神出窍的时候，它有一个专有的名词，它叫做生魂。生魂是有生命的灵魂，叫做生魂，也就是说我们洋人的元神。那有另外一种没有生命，那个叫做亡魂。所以其实我们狗狗看得到的灵魂，就有一般人的生魂，或者是那个往生者的亡魂。那他如果看到的是人往生者，他就很容易垂高嘞，有没有？就是我们不是小时候常听到长辈讲说，村子里面的狗狗垂高嘞，就是有亡魂经过，很可怕，听起来很可怕。对，好，就是狗狗很敏锐啦。老师，那这个亡灵节它是从10月31到11月2号，有点像我们的清明节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他们在人间的家人就会带着万寿菊，还有或是亲人生前喜爱的食物带到墓地，那去惦记他们。然后他们有提到说，这些过世的亲人的鬼魂会在这几天回到人间。那这样的清明祭祖是有需要的吗？清明祭祖有没有需要，就跟我们刚刚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啊，就是到底我们祖先需不需要被祭拜？那清明节要祭拜的，不管是清明节还是平日啦，如果需要祭拜的，大部分都指的就是还留在阳间的亡魂，那已经移居到别的空间的，比较这种需求，比较没有这种需求。那通常去到那个阴间的，顶多可能是有一些状况回来跟后代子孙托梦，有一些事情要交代或者要处理嘛。那不然他们是不用我们去特别祭拜食物。那留在阳间的是需要我们祭拜，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类似的？是差不多，概念是一样的。那它里面这种鬼魂可以来到人间，是不是和我们农历7月讲过的开门一样？鬼门开哦？对。那个完全不一样，因为7月鬼门开指的是华人古时候的观念，他们认为阴间它是一个像城门一样的概念，就是一个城池。那古代的华人、中国人是不是会有那种边界，还有边疆要防范外族进来的时候，他会有警卫去守那个城门，有没有记不记得？那个我们看古装电影都这样演。然后你进出那个关口的时候，你要拿一些类似什么通行证，或者他会检查你的装备这样。那所以古代的中国人就认为那个阴间应该就是长这样，所以他们认定说，那个7月的时候会阴曹地府会把门打开来，让住在里面的居民，也就是我们说的阿飘，会跑出来去阳间找那个什么阳间的子孙，所以才会有我们7月普渡要祭拜好兄弟的这个观念嘛。那可是这个其实完全是大错特错的。为什么说是错误的呢？因为其实阴间跟我们阳间并没有一个门，就是说飘飘门并没有关在那一个飘飘城里，那个这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而已。所以我们是阳间是一个空间，他们阴间是一个空间，所以它不需要被一个门给阻挡。那刚刚说那个7月鬼门开，因为没有这个开门的这个仪式或者这个概念，所以跟我们讲清明祭祖的观念不一样。那纯粹清明祭祖就是拜我们往生的祖先们。那7月是大家以为那个鬼门开会有阴间的亡灵跑出来，所以我们要来祭拜他们，这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现在在都市，我们现在是住在双北市嘛，
你知道在双北这些阿飘越来越多了吗？就是很多乡下的阿飘都搬到双北来了，因为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7月我们住在双北的那个很多公司行号会普渡会拜拜，然后那他们这边是不是有东西吃？然后那个很多那个商业大楼啊，还是大楼盖的越来越多，那他们很喜欢住在大楼的地下室。那有的喜欢住在电影院，有的喜欢住百货公司，那有的百货公司又有地下美食街，所以他们有吃有喝有玩，又有得住，又有电影可以看，又有得住，所以他们就坡康到修博，所以很多中南部的那个飘飘都来双北住了，他们这边住的还蛮快乐的，很舒适。对，而且还有冷气可以真吹。的，哦，他们不用吹冷气就很冷了。他们在吹冷气怎么办？天哪，好可怕！对，那老师我还有想要问就是你没有提到 Miguel 他误闯了亡灵的世界，对，那当地的警察会把就是误闯亡灵界的生人驱赶出去，那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吗？在他说的那个亡灵世界指的就是阴间嘛。对，那阴间确实有神明在管理，所以也有像警察这样的兵将在守护那边，确实这样的制度是有。可是呢，他们不会把就是我们洋人的灵魂，就是所谓的生魂驱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就是所谓的阴间，不是我们一般生魂喜欢很爱去的地方，那他没有必要驱赶你，因为你去那边你也不能做什么。比如说我们上地球上很多国家会把偷渡客赶走，那是因为那些偷渡客原本的生活不好，所以跑到比较好的国家，他才会偷渡嘛。那比较好的国家，他不希望有这些生活过不好的大量的其他国家人进入自己的国家，这样会乱了他们的秩序，所以才会有驱赶的动作。在阳间的生魂，偶尔去到阴间很 OK 啊，因为你也可以去那边找你的祖先嘛，就跟他们投诉啊，还是去找他们打声招呼、聊聊天、喝喝茶。那反过来，在阴间的祖先们也可以偶尔来到阳间，找他的后代子孙投诉一些什么事，然后希望后代祖先帮忙处理嘛。所以这个是可以互有往来的，所以他不会把你驱赶。就为什么要把你驱赶？你有那么喜欢去阴间吗？没有啊。还是这个你要去吗？我不要。你们都不爱去了，那他有什么好把人驱赶的？就大家没有那么爱去啊。我们还是乖乖的在人间就好了。真的。哦，对，也可以啦。不然还是要去找祖先。不要，我们就请我邻家祖先乖，邻家祖先在阴间，不是Jack家祖先。对，我们就请我的祖先好好的在他的世界生活，我也在我的世界好好的生活就好了。他不会来陪你拍片吗？没关系，他应该有他的事要做，很忙。我们都很忙。OK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喽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子，拜拜。拜拜。